们特别关心到巴拿马怒了，痛批美国干涉内政。那么美军现在要重返丛林基地，还要把它拉进拉美的战场当中吗？中国反制现在出手了，瞬间是让巴拿马喊疼了。我们现在这个请观众朋友也特别在我们留言区留言，就是说现在巴拿马到底比较倾向内部的民众倾向和中国友好。帮我们留下留言按1。那如果你认为跟美国，他认为比较想跟美国友好民众的部分，那你就帮我们在留言区留言2这个数字，可以跟我们做更多的互动。我们特别要关心到川普的唐罗主义，现在说是不是席卷到拉美，并且其实用很多的方式，不管是从军事面、从经济上面的制裁跟外交施压，三管齐下。最经典的案例，今天我们要特别来讨论的就是巴拿马了。大家还记得吗？其实，在这个中断25年之后，现在美军最新呢，他已经决定要重办丛林训练学校了。这是在25年之后，他决定要做这样子的一个事情，被外界视为说，你美国是不是要重新强化，尤其在西半球这边的军事控制力？尤其你最近的动作，川普在拉丁美洲这边的动作非常的多，除了呢对这个墨西哥的毒贩放话之外，还对古巴、委内瑞拉等等的国家不断的施压。所以，是不是你的唐罗主义现在又要重回来了呢？包括连历史学者都点破，这是美国军事力量在拉美这边，特别是要回来了。但问题来了，今天我们要来看到是说，那巴拿马自己国民内部的声量到底是怎么样子的呢？他们真的愿意跟着这个自己的政府做吗？尤其我们要来看到，确实现在整个内部一直有一个反弹的声浪了，痛批政府把国家都送给美国了。巴拿马的国会议员更直接批评说，美国干涉自己国家的内政。那一个比较敏感的事情是，刚好巴拿马的代表团现在去访问中国，在这边他也呛瞎说，巴拿马是自由的主权国家。大家解读说呢，是不是在对美国呛瞎呢？这个巴拿马的议员还说，我们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所以节目一开始特别请教赖老师，巴拿马的国内自己的内部现在有很多反美的一个声浪。有人问说，现在觉醒还来得及吗？还是为什么巴拿马高层明明看到了这个来自于民众的反弹，但是他们还是选择倒向美国？赖老师怎么看？我觉得巴拿马的政府他们低估中国大陆的反制的作用力啊，他们没想到大陆的反制的作用力这么的强大啊。大陆的反制的能力事实上已经影响了巴拿马的整个方方面面了啊。这个道理很简单。长期以来，中国大陆对巴拿马的投资很多，啊，包括港口的经营，都给当地带来了就业机会，也给当地带来了很多的利益。而中国的货轮、邮轮，尤其货柜轮，穿越巴拿马运河，在全世界排名第2，第1名是美国。可是美国有很大一部分是军舰，它穿越这个巴拿马运河。那但是如果以商业的角度来看的话，大陆排名是最重要的。所以它给当地的这个带来的就业机会跟经济利益是非常的巨大，然后再加上在这个港口的经营中，大陆的港口的经营是比较有效率，比较有效率，所以它的货物的吞吐量是大的啊。长江合计有2个港口，其实我们长荣也有，还有中国大陆的中原海运也有港口，所以在这个运输的过程里面，你想想看，你带动的这个地方的就业机会，你带动了金融的活跃，你还带动了这个地方的经济发展，还有就是港口的投资运行啊，这个大陆都给这个地方带来繁荣。然后大陆谨守一个原则，就是说我给这个地方带来繁荣，那我也有利，你也有利，我不会干涉你的内政。可是问题就是美国它用强大的力量，包括军事的威胁，我个人也认为也包括人身安全的威胁，也包括牛皮纸袋里面曝不了光的这个 CIA 的情报的这些个人的威胁，我觉得可能是多管齐下。那很明显的，巴拿马的总统、他的政府、他们的团队就屈从于美国了。那你既然大陆都是守法，也带来经济利益，而美国威胁你要把中国的利益整个剥削，结果你听从美国人的利益，你剥削了中国的利益。而中国现在已经不是小国，不是弱国。它是一个1等1的强国，它跟美国是并驾齐驱的。然后你在一个2强之间，你因为美国的胁迫，你就去欺负中国大陆，中国大陆怎么可能把这个气吞下来？不可能把这个气吞下来。
这一反制的力道之强烈之大，我想超出这个总统的想象范围内了。他的脑袋里面想不到中国大陆反制力量这么大。2个港口不准卖啊，所以要送到国际的仲裁法庭。对。然后现在目前长江合计提出20亿，现在追高到40亿到50亿美元的损害赔偿。因为本来说20亿，中国说谁说20亿啊？马上就调到40亿到50亿了。这是第一个，由国际仲裁来谈了。第二个，把马士基的几个，还有地中海航运都找来喝杯咖啡喝杯茶，喝完了以后他们也不敢经营了，所以那2个港口就放在那里了。那巴拿马的损失越来越巨大了。中原海运走了，港口不能经营，谁也不能要。然后港口就放在那个地方，没了也没货了。那中国的船也不走这边了，你每天的过桥费、你的财政损失、你的这个就业机会、你的经济利益损失越来越大了。不止这样，这还是小 case 啊。更大的就是你只要挂巴拿马籍的船，你进中国的这个港口，那中国就要检查严一点了。那你想这样的一个发展情形再走下去，你美国能够做什么？美国的卢比奥只会嘴巴叫一叫嘛，叫完了以后什么都没做嘛，然后说哎呀，在国际在国际联合国上叫一叫，中国会理你吗？不会理你。美国也束手无策，巴拿马政府这个总统的情况处境越来越糟，叫了半天。问题就在于，哎呀，我们要跟中国大陆保持很好的关系，我没有要得罪你，我没有要怎么样。那中国大陆就说你做给我看嘛，不是你嘴巴讲。做给我看，你做不出来就没用。那国内的反弹的声浪当然大了，大到一个程度就把你推翻嘛。好，所以对于这个中国大陆的反制，接下来巴拿马政府叫苦连天会怎么样子来做？就算叫苦，那北京会收手吗？还是说接下来巴拿马只能乖乖的承担来自于北京的压力呢？等一下请杨老师特别来带我们看。不过我们也回到说，刚刚我们特别提到了美军这一次重返这个巴拿马，说要建的这个丛林的训练学校、丛林基地，现在大家看说，难道是要对拉美这边来实施更强烈的军事行动做准备吗？厉将军怎么看？这没有用了。如果说美军想要在这个中南美洲这个进入这个地方军事想要进去的话，我觉得是根本就不可能的事情，很难的事情为什么？因为我自己以前年轻的时候我就受过山训，你知道台湾只是一个中央山脉，我们那时候全副武装带着这个2个礼拜的行李，从这个东部地区从西部地区翻过中央山脉到达这个台东你知道要多久时间？就整整2周的时间你看着那个山在对面，可是下切在爬上去，然后所有负重，你看那体力负荷非常的大。所以丛林战不是我们想象中这么简单。那时候我也去受过类似这种山地丛林训练，才能够上山了。那大概受训的时间就2个礼拜，包括你要认识什么植物能够吃，什么植物不能够吃。譬如说什么叫做这个姑婆鱼什么叫做这个山上野生的菇类，是有些是可以吃，有些是不能吃的。那你要先学会这种辨识，你要学会怎么样去做陷阱，捕捉一个小兔子，或者甚至于你要知道怎么去抓蛇等等这些，你自己要补充食物。我们那时候在山上，那我举2个实际上面例子给各位知道，说这个丛林战不是你想象中这么容易。第一个例子，我跟各位讲越战好了，大家都耳熟能详。越战等于说美军只是在越南那个丛林里面，你看他就打得灰头土脸，然后伤亡是非常严重。那第二个我跟各位讲我讲的是雾社事件。雾社事件那时候日军有多强啊？他可以这个对抗美军，这个打败美军在这个就是中南海南半球那个地方这个征服的包括马来西亚，甚至要打到澳洲。可是他在这个雾社事件。那原住民用的什么武器？只是一些弓箭，只是一些土枪，就把他打得昏头土脸的。最后他没有办法。这个日本那时候并没有征服雾社的原住民，他最后是必须要靠着原住民另外一个族群来对抗这个族群。他自己本身的军力，你看他都没有办法应付，甚至于他用飞机、用大炮、用机枪，甚至最恶劣的居然用毒气。
但是并没有让这些原住民屈服。那真的是能够打败原住民，还必须要原住民自己本身其他另外一个部落力量来打败。所以我举这个两个例子，你就知道丛林战并不是这么想象。那美军我认为娇生惯养惯了，你到丛林地区去，这个蚊虫。对不对？好，这个毒蛇，然后这些东西你根本就没有办法辨识。但是反观，我们不要讲说是在中南美洲它的军队，我们讲这些毒枭好了。我跟你讲，你要应付毒枭都很难。为什么？他就有在地优势啊，他就对这个地方地形非常的了解，非常熟悉。他知道你美军一定会走哪一条路进来，他先期在这个路上面布置了所谓鬼雷，甚至于伏击阵地来讲话。那你美军到这个地方，你一进入他的射击范围，你根本什么都搞不清楚，那你就被遭受到伏击了。所以美军虽然办这个丛林学校，想要借着军事武力去征服丛林，我觉得那是不可能的。你必须要尊重这个地方的这种天然的环境，它就是不适合你美军作战。好，一方面我们看到这个美军针对巴拿马，不管是在军事上面的胁迫，其实呢还有经济跟外交上面的胁迫，那逼的这个巴拿马还有长江合计得就范。那所以呢，我们刚刚赖老师也特别帮我们提出来，这个中国大陆祭出了许多的反制动作。那现在其中一个就是针对巴拿马的船舶进行一个非常长时间的检查。我们现在做了一个最新统计，是3月份在中国港口被扣押的123艘船当中是有74%都是有挂巴拿马的国旗的，代表说直接砍的就是巴拿马它的这个航运经济，还有它的齐国的一个制度。确实，现在巴拿马总统叫苦了，但是又有什么用呢？杨老师怎么看？巴拿马主要2大收入嘛，一个是运河，一个就是世界第1传奇国。那这个当然就基本上是等于是挂巴拿马的国旗，但是实际上它可能的财产并不属于巴拿马，那可是这是一种就是方便在海运上。那现在他因为这个是在针对合计长江的这个事件当中，1997年跟你签了约，25年到期的时候续约，结果呢你的宪法法庭法院在今年1月判他违宪，可以来这招的。这不就是美国的政治压力介入吗？然后你刻意的违反合约精神，用宪法来说，他说什么呢？他说他们当初的这个续约没有经过公开招标，然后呢，在当初最早签约的时候呢，没有考虑到环境问题，可以这样子去挑骨头的，鸡蛋里面挑骨头。所以这种所谓以违宪，然后呢，整个把经营这么久。然后呢，投资这么大的超过20亿美元，对巴拿马经济这么大的贡献呢，在政治压力之下，你用这种粗暴的方式把它给夺回，对，这根本就是一个抢劫。所以中国大陆当然这个是等于是违反契约精神，那也是违反地缘上的这种经济政治的考量，所以他的报复你就看得很清楚。大陆这边报复，刚才赖老师讲得很清楚了，在运河上面。3个港口现在基本上荒废了，然后呢，也不再做下一步的投资了，现有的投资停下来了，再加上呢，就是针对这个整个传奇国，对，所以我觉得巴拿马现在一定会很痛，非常的难过。可是当你在指责中国，你这是一个经济胁迫，问题是你先政治介入啊，是你自己政治介入，然后还法律的扭曲。让你讲人家经济胁迫，人家根本不可以反你打人家，人家不可以反击吗？那另外一个脸转过来被你打吗？是不是？而且如果这么做的话，其他的海峡、其他的国家的港口是不是比照办理？过去就有类似啊，从达尔文到汉堡好几次嘛。而且全世界的比例而言，中远也好，或者是像是这个等于是这叫什么长江合计也好。这一直都是长时间的这个经营。对。那我是觉得这样子的一个报复，这种制裁的手段、反制的手段，大陆是不会停下来。否则的话，大家有样学样。对。但现在有一个担心的就是，美国会不会因此介入，帮巴拿马，然后开始在制裁中国的船只进入到美国？如果这么做的话，那你就变成要亲美或亲中的这个选择，又变成一个等于是货轮大战。那这个我觉得对美国是这个更严重的伤害，因为从贸易战开始到现在，它已经塞港
它已经造成多大的问题了？如果你还被迫要去选择全世界最大的贸易国是哪一国，全世界最大的制造国是哪一国，全世界最大的港口营运国是哪一国，这个都很清楚。所以巴拿马在这个问题上，它现在面临一个非常大的困境，但要解决还是要靠它自己。好，谢谢杨老师。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地缘政治、美中之争、战略价值、强权崛起、小国生存，现在与未来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脉动，全球观点。